老婆一口答应离婚，转身就打包行李往门外走，半分留恋都没有。男人心里清楚，老婆一年能挣40万，日子过得舒坦又宽裕，可他偏听了娘和妹子的话，逼着老婆每个月给小姑子还4000块房贷。老婆当场就拒绝了，说自己的钱要攒着过日子，没义务帮小姑子还房贷。婆婆一听就火了，私下撺掇儿子，你拿离婚吓唬他，他挣得多，肯定舍不得这个家，不敢真离婚。男人也觉得老婆离不开自己，照着娘的话张嘴就提离婚。哪成想老婆半点不犹豫，直接答应，第二天就拉着他去办了离婚手续，干净利落，连财产分割都没多纠缠，只带走了自己的衣服和婚前买的那辆代步车。男人办完手续还洋洋得意，觉得老婆过几天就会低头求自己复合，自己等着享清福就行。他压根没意识到，这段婚姻里一直是盼香在负重前行，而他只是个坐享其成的甩手掌柜。离婚后，男人没地方住，只能搬回父母家，日子一下子紧巴起来。他自己一年挣的钱还没老婆一个月挣得多，以前花钱大手大脚，想买啥从不含糊，现在连吃顿好的都要掂量半天。以前家里的水电费、物业费、柴米油盐全是盼香操心，他连家里的燃气费在哪儿交都不知道。现在每天要自己做饭、洗衣服、打扫卫生，没几天就过得一团糟。小姑子压根儿不知道哥哥的婚姻是因为自己的房贷散的，天天在家愁房贷还不上。婆婆还跟着数落，说前儿媳小气心狠，有钱都不肯帮衬自家人。男人听着心里不是滋味，却不敢说离婚是自己提的，只能默默忍着。过了1个月，男人手里的钱花得见底，连烟都抽不起了，这才开始念老婆的好。以前老婆从不让他受穷，他想要的最新款手机、名牌球鞋，老婆总能悄悄买给他。家里大小开销全是老婆扛着，他半点压力都没有。他生病的时候，老婆脚不沾地地照顾他，端水喂药，无微不至。可他呢，从来没为老婆做过什么。老婆加班到深夜，他只会躺在沙发上打游戏。老婆怀孕流产，他陪着婆婆去给小姑子看房子，连医院都没去。他越想越后悔，忍不住给盼香发微信道歉，说自己知道错了，求盼香回来。可盼香只回了一句，覆水难收，各自安好。他不死心，又跑到盼香的公司楼下等他，却看到盼香穿着干练的职业装，和同事说说笑笑的走出来，整个人容光焕发，比离婚前更有精神了。盼香看到他，只是淡淡的点了点头，就和同事一起走了，连多停留1秒都没有。男人站在原地，看着盼香的背影，心里五味杂陈。他这才明白，盼香不是离不开他，是早就对他失望透顶了。其实盼香早就忍够了，她和男人是大学同学，当初不顾父母反对，嫁给了一穷二白的他。结婚后，她拼命工作，从一个普通职员做到部门主管，工资翻了好几倍。她想着2个人一起努力，日子总会好起来的。可男人却安于现状，不求上进，每天下班就打游戏，工作换了好几个，没一个干得长久的。婆婆更是重男轻女，觉得儿子娶了个能挣钱的媳妇就是天大的福气，天天变着法地从盼香手里要钱贴补小姑子。今天说小姑子要买衣服，明天说小姑子要交房租，后来小姑子结婚买房子，首付不够，婆婆逼着盼香拿出了20万的积蓄。盼香本以为这就够了，没想到婆婆又得寸进尺，让她每个月帮小姑子还4000块房贷，一还就是30年。盼香终于忍无可忍，她不是舍不得钱，是受不了这无休止的索取和理所当然。她辛辛苦苦挣的钱，不是用来养着一大家子人的。当男人说出离婚2个字的时候，她心里没有难过，只有解脱。她终于可以不用再为别人而活，不用再委屈自己了。离婚后的盼香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工作上，她凭借着出色的能力和多年的行业经验，辞职开了一家属于自己的设计工作室。工作室刚起步的时候特别辛苦，她每天加班到凌晨，跑客户、改方案，忙得连饭都顾不上吃。但她觉得特别充实，
每一分钱都是自己挣的，花得心安理得。没过多久，工作室就走上了正轨，生意越来越好，客户越来越多。盼香用自己挣的钱买了一套宽敞明亮的3居室，装修成了自己喜欢的样子。她终于有了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家，不用再看别人的脸色，不用再迁就任何人。而男人那边日子却越来越难熬，他找了好几份工作，都因为好吃懒做，眼高手低，干不长久。婆婆看着儿子没出息，小姑子的房贷又催得紧，天天在家唉声叹气，骂儿子没用，骂前儿媳心狠。小姑子也开始埋怨哥哥，说要是哥哥没离婚，他的房贷就有人还了，都是哥哥没用，连个老婆都留不住。一家人天天吵吵闹闹，家里鸡犬不宁。男人实在受不了了，只能去工地打零工挣钱。以前细皮嫩肉的他，每天顶着大太阳搬砖扛水泥，累得腰都直不起来，手上磨出了厚厚的茧子。他这才体会到挣钱有多不容易，盼香以前有多辛苦。这天，男人在工地干活的时候，不小心从架子上摔了下来，摔断了腿。工友把他送到医院，需要交3万块的手术费。男人手里1分钱都没有，婆婆把家里的积蓄都拿出来了，也才凑了1万块。小姑子听说哥哥摔断了腿，不仅没来看望，还躲得远远的，生怕哥哥找她要钱。婆婆走投无路，只能厚着脸皮去找盼香。她在盼香的工作室门口等了整整1天，看到盼香出来，扑通一声就跪在了地上，哭着求盼香救救她儿子。盼香看着跪在地上的婆婆，心里没有恨，只有无尽的唏嘘。她想起以前自己加班到深夜回家，婆婆连一口热饭都不给她留，自己流产躺在医院，婆婆说她矫情，还说没了正好，以后再生个男孩。自己辛辛苦苦挣的钱被婆婆拿去贴补小姑子，连一句谢谢都没有。但她终究还是心软了，她不是可怜婆婆，也不是还念着旧情，只是不想看到一条人命就这么没了。她给医院交了剩下的2万块手术费，还请了个护工照顾男人。男人躺在病床上，看着忙前忙后的盼香，眼泪止不住的往下流。他拉着盼香的手，哽咽着说自己知道错了，以后一定好好挣钱，好好对她，求盼香再给他一次机会。盼香轻轻抽回自己的手，平静地说，钱我已经帮你交了，就当是我们夫妻一场的情分，以后我们就两清了，不要再联系了。我现在过得很好，不想被打扰。说完，盼香转身就走了，没有回头。男人看着盼香的背影，哭得撕心裂肺。他终于明白，自己失去的不仅仅是一个老婆，更是一个真心对他好，愿意陪他吃苦的人。可这世上没有后悔药，一切都晚了。婆婆也彻底醒悟了，她看着躺在病床上的儿子，再想想躲得远远的女儿，心里充满了悔恨。她这辈子偏心小女儿，总觉得女儿是贴心小棉袄，儿子娶了媳妇儿就忘了娘，可到头来真正能指望上的却是被她嫌弃了一辈子的前儿媳。她后悔自己以前太偏心，后悔自己无休止的索取，后悔自己毁了儿子的婚姻，可再后悔也于事无补了。男人出院后瘸了一条腿，再也干不了重活，他只能在小区里找了个保安的工作，每个月挣着微薄的工资，勉强糊口。小姑子因为还不上房贷，最后只能把房子卖了，租了个狭小的单间住。她再也没有以前的风光，每天为了柴米油盐发愁，也终于体会到了生活的艰辛。而盼香依旧过着自己想要的生活，她的工作室越做越大，在行业内小有名气。她遇到了一个真正懂得珍惜她、尊重她的男人。这个男人会在她加班的时候给她送热饭，会在她生病的时候照顾她，会支持她的事业，会把她放在心上。他们结婚后，日子过得平淡而幸福。第2年，盼香生了一个可爱的女儿，男人把她和女儿宠成了公主，家里的大小事都抢着干，从不让盼香受一点委屈。婆婆偶尔会远远地看一眼盼香，看着她脸上幸福的笑容，只能默默地叹气，转身离开。日子就这么伴着工作室打印机的轻响和女儿暖暖软糯的咿呀声，
不紧不慢地划过了3个春秋。这3年是盼香这辈子过得最踏实安稳的时光，没有无休止的索取，没有理直气壮的道德绑架，不用再小心翼翼地看别人脸色，不用再把自己活成别人的提款机和免费保姆。他的设计工作室从最初的3个人发展到了如今20多人的团队，在行业内站稳了脚跟，口碑越来越好，很多客户都是慕名而来。丈夫周明是个沉稳内敛的结构工程师，话不多，却把所有的温柔和体贴都给了盼香和女儿。他会在盼香加班到深夜时，默默端来一碗热乎的馄饨，坐在旁边安静地看图纸等他下班。会在盼香因为改方案烦躁时，主动带着女儿出去玩，给她留一个安静的空间。会把家里的大小琐事都打理得井井有条，从不让盼香操心。女儿暖暖刚满3岁，粉雕玉琢的像个小天使，每天奶声奶气地喊着妈妈。爸爸是盼香心里最柔软的牵挂，只是那些刻在骨血里的伤痕，从来都不是一句过去了就能彻底抹平的。盼香依旧对无底线的索取有着本能的警惕，每次看到朋友圈里有人吐槽婆家的偏心和索取，她都会下意识地攥紧手指。想起那些暗无天日的日子，周明看在眼里，疼在心里，他从不多说什么，只是用行动一点点治愈着盼香心里的伤口，让他慢慢明白，真正的婚姻是双向奔赴，是互相扶持，而不是一个人的孤军奋战。而王磊一家的日子却过得越发艰难。王磊自从摔断腿后，就落下了跛脚的毛病，重活干不了，只能在小区里当保安，每个月拿着2000多块的工资，勉强维持着自己和母亲刘桂兰的生计。以前那个衣来伸手饭来张口，花钱大手大脚的男人，如今变得斤斤计较，买根葱都要跟摊主讨价还价半天，烟也从以前的20多块一包换成了5块钱的劣质烟，抽的时候还要掐掉一半，留着下次再抽。他每天穿着洗得发白的保安制服，拄着拐杖在小区里巡逻，看着那些和盼香一样穿着干练职业装的女人，心里就像被针扎一样疼。无数个深夜，他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想起以前盼香在的时候，家里永远干干净净，饭菜永远热气腾腾，他想要什么盼香都会满足他，可他却不知道珍惜，把盼香的付出当成理所当然，听着母亲和妹妹的挑唆，亲手毁掉了自己的婚姻。如今的苦日子都是他自己咎由自取。刘桂兰也彻底没了以前的嚣张气焰，头发白了大半，背也驼了，脸上布满了皱纹，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老了10几岁。他再也不敢在外面说盼香的坏话，每次看到盼香开着车带着女儿从身边经过，都会赶紧低下头躲到一边，生怕被盼香看到。他心里充满了悔恨，恨自己当初太偏心，恨自己无休止的从盼香手里要钱贴补小女儿，恨自己撺掇儿子离婚，毁了儿子的幸福。可世上没有后悔药，一切都晚了。小姑子王娟的日子更是过得一地鸡毛。当初她因为还不上房贷，把刚住了不到2年的房子卖了，还完银行贷款后，手里没剩下几个钱，只能和丈夫张强租了个10几平米的单间，又暗又潮，连个像样的家具都没有。张强也是个好吃懒做的主，工作换了一个又一个，没一个干得长久的，整天在家游手好闲，靠王娟打零工挣钱养家。女儿朵朵出生后，家里的开销更大了。王娟每天天不亮就起床，去菜市场帮人卖菜，下午又去饭店洗碗，晚上还要回家照顾孩子，累得腰都直不起来。可张强不仅不心疼她，还经常跟她吵架，嫌她挣得少，嫌她没本事，有时候喝了酒还会动手打她。王娟无数次想过离婚，可看着年幼的女儿，又只能把眼泪咽进肚子里。她以前总觉得嫂子盼香挣钱多，就该帮衬自己，觉得哥哥嫂子养她是天经地义的。直到自己当了母亲，每天为了柴米油盐奔波劳累，她才体会到生活的艰辛，才明白盼香当初有多不容易。可她拉不下面子去跟盼香道歉，只能把所有的怨气都撒在哥哥和母亲身上，怪他们当初没本事留住盼香，怪他们现在帮不了自己，
一家人就这样在鸡飞狗跳和互相埋怨中艰难度日，看着盼香越过越好，心里的嫉妒和不甘就像野草一样疯长。刘桂兰看着儿子每天辛苦挣钱，看着小女儿过得穷困潦倒，再看看盼香住着宽敞明亮的大房子，开着好车，一家人其乐融融，心里就越发不平衡。他总觉得盼香现在拥有的一切本来都该是王家的，要是盼香没离婚，现在这些钱都是他儿子的，他也能跟着享清福。这种念头在他心里越埋越深，渐渐变成了无法化解的执念。这天，刘桂兰在小区里买菜，正好碰到盼香带着暖暖在楼下玩。暖暖穿着漂亮的公主裙，手里拿着一个进口的洋娃娃，笑得格外开心。刘桂兰看着暖暖，心里一动，要是盼香没离婚，这就是她的亲孙女，她也能天天抱着孙女享天伦之乐了。她越想越觉得不甘心，忍不住走上前想跟盼香说几句话。盼香看到刘桂兰，脸上的笑容瞬间消失了，下意识地把暖暖护在身后，眼神里带着一丝警惕。刘桂兰搓了搓手，脸上挤出一个僵硬的笑容，说：盼香，好久不见，孩子都这么大了，真可爱。盼香只是淡淡的点了点头，没有说话，拉着暖暖就要走。刘桂兰连忙拦住他说：盼香，我知道以前是我不对，我给你道歉。你看王磊现在过得这么难，腿也瘸了，挣点钱不容易，你能不能看在以前夫妻一场的份上帮帮他，给他找个轻松点的工作，或者借给他点钱去，让他做点小生意也行。盼香看着刘桂兰，平静地说：我和王磊已经离婚了，他的事跟我没关系，当初是你们逼着我离婚的，现在他过得好不好都是他自己的选择。说完，盼香拉着暖暖转身就走，没有丝毫留恋。刘桂兰看着盼香的背影，脸上的笑容瞬间消失了，眼神里充满了怨毒。她觉得盼香太冷血了，一点旧情都不念，有钱了就看不起人了。她越想越气，心里的邪火越烧越旺，一个恶毒的念头在她心里慢慢滋生。从那天起，刘桂兰就开始在小区里到处散布谣言，说盼香的钱来路不正，是靠不正当手段挣来的，说盼香婚内出轨才跟王磊离婚的，说盼香现在的丈夫是个傻子，被盼香骗了还帮着数钱，说暖暖根本不是周明的孩子，是盼香和别人生的野种。这些谣言像长了翅膀一样在小区里飞快地传播开来，很多不明真相的邻居都信以为真，对着盼香指指点点，在背后说三道四。这些话很快就传到了盼香的耳朵里，她气得浑身发抖，手里的杯子重重地摔在地上，碎了一地。她怎么也没想到，自己当初好心帮王磊交了手术费，换来的却是这样的污蔑和诋毁。她想去找刘桂兰理论，跟她当面对质，却被周明拦住了。周明轻轻抱着盼香，拍着她的背安慰道：别生气，不值得，清者自清，浊者自浊，那些相信谣言的人，你跟他们解释也没用，我们过好自己的日子就行，不用在意别人的看法。要是他再敢胡说八道，我们就直接报警，用法律保护自己。盼香靠在周明的怀里，眼泪忍不住掉了下来。他不是在意别人的看法，是觉得委屈，是恨自己当初太心软，才会让这些人得寸进尺。周明说的对，清者自清，他不能因为这些垃圾人影响了自己的心情和家庭。他擦干眼泪，点了点头，决定不再理会这些谣言。可刘桂兰却没有就此罢休，反而变本加厉。她不仅在小区里说，还跑到盼香的工作室附近去说，跟路过的人说盼香是个忘恩负义的女人，骗了王家的钱，还抛弃了自己的丈夫。很多客户听到这些谣言，都对盼香产生了怀疑，有几个甚至取消了合作，工作室的生意受到了很大的影响。王磊知道这件事后，气得浑身发抖，他怎么也没想到自己的母亲竟然会做出这么过分的事。他立刻跑回家，对着刘桂兰大发雷霆：妈，你到底想干什么？当初是我们对不起盼香，是我们逼着她离婚的，她当初好心帮我交了手术费，我们不感激她就算了，你怎么能到处造谣污蔑她？你这么做良心过得去吗？
刘桂兰被儿子骂得一愣，随即也来了火气，指着王磊的鼻子骂道：我这么做是为了谁？还不是为了你。要不是盼香那个狠心的女人跟你离婚，你能过得这么惨吗？她现在过得那么好，帮你一下怎么了？她就是个忘恩负义的白眼狼，你住口！王磊气得大吼一声，是我提的离婚，是我对不起盼香，要不是你天天撺掇我，让我跟盼香要钱给王娟还房贷，我能跟盼香离婚吗？这一切都是你造成的，你要是再敢去胡说八道，再敢去打扰盼香的生活，我就不认你这个妈了。这是王磊这辈子第一次跟母亲发这么大的火，也是第一次反驳母亲。刘桂兰看着儿子愤怒的眼神，一下子就愣住了，坐在地上嚎啕大哭，说自己白养了儿子，说儿子胳膊肘往外拐，不向着自己亲妈，反而向着一个外人。王娟也在一旁帮腔，哥，你怎么能这么跟妈说话？妈也是为了你好啊，盼香本来就对不起我们家，她有钱就该帮我们，她现在过得那么好，我们过得这么惨，她凭什么？凭什么？就凭她的钱是她自己辛辛苦苦挣来的，就凭我们当初那么对她，她没有义务帮我们。王磊看着王娟，眼神里满是失望，你也老大不小了，自己有手有脚，为什么不能自己挣钱养活自己和孩子，天天想着靠别人，靠谁都不如靠自己。以后你们要是再敢去打扰盼香，就别怪我不客气。说完，王磊摔门而去，留下刘桂兰和王娟在屋里大哭大闹。王磊走在小区里，心里又气又悔，他后悔自己当初太懦弱，太听母亲的话，毁了自己的婚姻，后悔自己没有早点阻止母亲，让他做出这么过分的事。他觉得自己对不起盼香，当初盼香那么好，他却不知道珍惜，现在还让母亲这么污蔑他。他想去找盼香道歉，却又没有勇气，只能在心里默默祈祷，希望盼香不要因为这件事受到太大的影响。虽然王磊发了火，可刘桂兰和王娟并没有就此收手，反而更加怨恨盼香了。他们觉得都是因为盼香，王磊才会跟他们吵架，才会不认他们这个妈和妹妹。他们把所有的过错都推到了盼香身上，心里的恶意越来越深。转眼到了冬天，天气越来越冷，朵朵不小心得了肺炎，高烧不退，住进了医院。医生说病情比较严重，需要住院治疗，先交2万块钱押金。王娟和张强手里1分钱都没有，把家里能卖的东西都卖了，也才凑了2000多块。刘桂兰把自己攒的养老钱都拿出来了，也才3000多块，离2万块还差得远。眼看着朵朵烧得越来越厉害，小脸通红，不停地咳嗽，王娟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团团转。张强不仅不想办法挣钱，反而在一旁抱怨，说王娟没用，连个孩子都看不好，还说要是没钱就别治了，带回家养养就好了。王娟气得跟他大吵了一架，张强一气之下收拾东西就走了，再也没有回来。王娟彻底崩溃了，抱着朵朵坐在医院的走廊里嚎啕大哭。刘桂兰看着病重的孙女，心里也急得不行。她想来想去，能帮他们的只有盼香了。虽然她知道盼香肯定不会愿意帮他们，可现在没有别的办法了，只能死马当活马医。第二天一早，刘桂兰就带着王娟，抱着还在发烧的朵朵，来到了盼香的工作室。一进门，刘桂兰就扑通一声跪在了地上，抱着盼香的腿嚎啕大哭。盼香，求求你救救朵朵吧，她快不行了，只要你肯救她，我给你做牛做马都行。王娟也跟着跪了下来，哭着说，盼香嫂子，我知道以前是我不对，我给你道歉，求求你救救我的女儿吧，她才3岁啊，要是她有个3长2短，我也活不下去了。工作室里的员工都围了过来，对着他们指指点点，议论纷纷。盼香看着跪在地上的母女俩，又看了看他们怀里脸色苍白、呼吸急促的朵朵，心里五味杂陈。他恨刘桂兰和王娟当初对他的所作所为，恨他们到处造谣污蔑他，可看着一个无辜的孩子生命垂危，他又实在狠不下心见死不救。周明也赶了过来，他看着盼香，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用眼神询问他的意思。盼香深吸一口气，对着刘桂兰和王娟说，你们先起来，我跟你们去医院。刘桂兰和王娟一听，
立刻喜出望外，连忙从地上爬起来，千恩万谢地跟着盼香和周明去了医院。盼香到了医院，二话不说就交了2万块钱押金，还帮朵朵安排了最好的病房，找了最好的医生。看着朵朵被送进了病房，挂上了吊瓶，烧慢慢退了下来，盼香才松了一口气。刘桂兰和王娟看着盼香，心里充满了感激，一个劲儿地跟盼香道谢。盼香只是淡淡地说，这钱是我借给你们的，你们以后要还我，还有，这是最后一次，以后你们的事不要再找我了。刘桂兰和王娟连忙点头，说一定会还的，以后再也不会打扰盼香的生活了。盼香和周明没有再多说什么，转身离开了医院。本以为这件事就这么过去了，可没想到刘桂兰和王娟的贪心并没有就此满足。他们看着盼香出手这么大方，觉得盼香肯定特别有钱，2万块钱对他来说根本不算什么。他们又开始盘算着，怎么才能从盼香手里弄到更多的钱。王娟觉得朵朵是盼香的亲侄女，盼香就该负责朵朵的学费和生活费，以后还要给朵朵买房子娶媳妇。刘桂兰也觉得盼香现在没有儿子，以后她的财产肯定都是暖暖的，不如把朵朵过继给盼香，这样朵朵就能名正言顺地继承盼香的财产了。这个念头一出，他们就再也按捺不住了。没过几天，朵朵刚出院，刘桂兰和王娟就抱着朵朵又来到了盼香的家里。这次他们没有下跪，而是直接说明了来意。王娟看着盼香，理直气壮地说，盼香嫂子，你看你现在只有一个女儿，以后老了也没人给你养老送终，不如把朵朵过继给你吧，以后朵朵给你养老，你的财产也都留给朵朵，这样你也不用愁养老的事了，朵朵也能过上好日子，一举两得。刘桂兰也在一旁帮腔，是啊，盼香，朵朵是你亲侄女，跟你最亲了，把她过继给你，以后她就是你的女儿了，肯定会好好孝顺你的。你看你这么有钱，多养一个孩子也不算什么。盼香听着他们荒唐的话，气得浑身发抖，差点笑出声来。他怎么也没想到，世界上竟然有这么厚颜无耻的人。他好心救了朵朵的命，他们不仅不感恩，反而得寸进尺，想把孩子甩给他，还惦记着他的财产。周明的脸色也沉了下来，他挡在盼香身前，冷冷地看着刘桂兰和王娟说，你们做梦，我们有暖暖就够了，不需要什么过继的女儿。你们要是再敢胡说八道，再敢来打扰我们的生活，我们就直接报警，让警察来处理。你们怎么能这么说话？王娟尖叫道，朵朵可是你们王家的血脉，你们不管她谁管她？盼香，你这么有钱，帮衬一下自己的侄女怎么了？你要是不答应，我们就不走了，就在你家住下了。刘桂兰也跟着撒泼，对，你们要是不答应，我们就死在你们家，让你们不得安宁。说着，刘桂兰就往地上一坐，开始嚎啕大哭，一边哭一边拍着大腿，说盼香冷血无情，见死不救，霸占王家的财产，不管亲侄女的死活。王娟也抱着朵朵在一旁哭哭啼啼，说自己命苦，女儿命苦，没人管没人问。他们的哭闹声引来了很多邻居，大家都围在盼香家门口看热闹，对着他们指指点点。刘桂兰和王娟看到人越来越多，闹得更凶了，嘴里说着各种难听的话，把所有的过错都推到了盼香身上。盼香看着眼前这2个撒泼打滚的女人，看着周围邻居异样的眼神，心里的火气再也压不住了。她深吸一口气，走到刘桂兰面前，一字一句地说，你们闹够了没有？我再说最后一遍，我不会收养朵朵，也不会再给你们1分钱。当初我给你们交的2万块钱医药费，是看在孩子可怜的份上借给你们的，你们必须还我。你们要是再敢来我家闹事，再敢造谣污蔑我，我就把你们当初做的那些事全都告诉警察，告诉全村人，让大家看看你们到底是什么样的人。你们别忘了，当初是谁逼着我每个月给王娟还房贷？是谁撺掇王磊跟我离婚？是谁在我流产的时候陪着王磊去给王娟看房子？连医院都不去？是谁到处造谣污蔑我，毁我的名声？这些事我都记着呢。你们要是再敢闹，我就把这些事全都抖出来，让你们在村里抬不起头来。
盼香的声音不大，却字字诛心，说的刘桂兰和王娟脸色一阵红一阵白，再也不敢哭闹了。周围的邻居也都明白了事情的真相，纷纷指责刘桂兰和王娟太过分，太贪心了。原来是这样啊，我就说盼香不是那样的人，原来是他们太过分了。就是啊，当初盼香那么好，他们还那么对她，现在还有脸来要钱，真是太不要脸了，还想把孩子过继给人家，惦记人家的财产，真是想钱想疯了。听着邻居们的指责，刘桂兰和王娟再也待不下去了，抱着朵朵灰溜溜的跑了。看着他们远去的背影，盼香松了一口气，腿一软，差点摔倒。周明连忙扶住她，心疼地说：“没事了，都过去了。”盼香靠在周明的怀里，眼泪忍不住掉了下来。她不是害怕，是觉得恶心，是觉得心寒。她怎么也想不通，世界上怎么会有这样的人，怎么会有这样的家人？他们的心里只有自己，只有钱，从来不会考虑别人的感受，从来不会懂得感恩。从那以后，刘桂兰和王娟再也不敢来找盼香闹事了。他们在村里丢尽了脸，走到哪里都被人指指点点，只能低着头走路。王娟因为张强跑了，只能一个人带着朵朵生活。她找了一份超市收银员的工作，每天站8个小时，腿都肿了，下班还要回家照顾孩子，做家务，日子过得异常艰难。有时候看着朵朵天真的笑脸，她会想起以前盼香对她的好，想起自己当初的所作所为，心里充满了愧疚和悔恨。可她拉不下面子去跟盼香道歉，只能把这份愧疚埋在心里，更加努力的工作，想靠自己的双手给朵朵一个好的生活。刘桂兰也彻底蔫了，再也不敢在外面说三道四了。她每天在家帮着王娟带孩子做家务，看着王娟每天辛苦劳累，看着朵朵因为营养不良而瘦瘦小小的样子，心里就充满了自责。她终于明白，自己这辈子最大的错误就是太偏心，太贪心，毁了儿子的婚姻，也害了女儿的一生。她常常一个人坐在院子里发呆，想起以前盼香在的时候，家里虽然也有争吵，但至少不愁吃穿，日子过得红红火火。可现在家不像家，日子过得一团糟，这都是他自己造成的。王磊依旧在小区里当保安，每天兢兢业业的工作，下班就回家帮着母亲带孩子做家务。他看着母亲和妹妹的变化，心里也很不是滋味。他没有再怪他们，只是默默地承担起了家里的责任。他每个月都会从自己微薄的工资里拿出一部分给朵朵买奶粉和营养品，帮着王娟分担一些压力。他也常常教育王娟要靠自己的双手挣钱，不要总想着靠别人。日子就这么不紧不慢地过着，转眼又过了2年。这2年里，盼香的工作室越做越大，在邻市开了一家分店，生意蒸蒸日上。周明也升了部门经理，工资涨了不少。暖暖上了幼儿园，聪明可爱，能歌善舞，是幼儿园里的小明星。一家人的日子过得幸福而美满。王娟在超市干得很出色，因为工作认真负责，被升为了收银组长，工资也涨了不少。她用自己攒的钱租了一个稍微大一点的房子，虽然还是很简陋，但至少干净明亮。朵朵也上了幼儿园，学习成绩很好，特别懂事，每天放学都会帮着妈妈做家务。王娟看着女儿一天天长大，越来越懂事，心里充满了欣慰。她终于明白，靠谁都不如靠自己，只有自己努力挣来的日子才过得踏实，过得心安理得。这天，王娟在超市上班的时候，看到一个顾客掉了一个钱包，里面有几千块钱现金，还有身份证和银行卡。王娟想都没想，就拿着钱包追了出去，把钱包还给了失主。失主非常感激，拿出1000块钱要感谢他，王娟却拒绝了，说这是他应该做的。这件事被超市经理知道了，在全超市表扬了王娟，还给他发了奖金。这件事很快就传到了盼香的耳朵里，他心里很是欣慰。他知道王娟是真的变了，变得懂事了，变得勤劳了，不再是以前那个自私自利、好吃懒做的小姑子了。没过多久，刘桂兰突然得了脑血栓，晕倒在了家里。幸好王磊下班回家发现的及时，把她送到了医院，才保住了性命。
可刘桂兰却落下了半身不遂的毛病，左边身子不能动，只能躺在床上，生活不能自理。王娟得知母亲生病的消息后，立刻从超市请假赶到了医院。看着躺在病床上不能说话、不能动弹的母亲，王娟的眼泪忍不住掉了下来。以前她总觉得母亲偏心，总觉得母亲对不起她，可现在看着母亲变成这个样子，她心里所有的怨恨都烟消云散了，只剩下心疼。王磊和王娟轮流在医院照顾刘桂兰，王磊白天要上班，只能晚上来照顾，王娟就白天在医院照顾，晚上还要回家照顾朵朵。两个人每天都累得筋疲力尽，却没有一句怨言。刘桂兰看着一双儿女为了自己忙前忙后，心里充满了愧疚和感动，眼泪不停地往下掉。盼香得知刘桂兰生病的消息后，心里也很不是滋味。虽然他恨刘桂兰当初对他的所作所为，可毕竟夫妻一场，刘桂兰曾经也是他的婆婆。他不想去医院看望刘桂兰，怕勾起以前不好的回忆，可又觉得心里过意不去。周明看出了盼香的心思，他对盼香说，想去就去吧，不管怎么说，她也是暖暖的亲奶奶，我们只是去看看，尽一下心意，不会有什么的。盼香想了想，点了点头。他和周明买了一些营养品和水果，来到了医院。走进病房，看到刘桂兰躺在床上，脸色苍白，瘦得不成样子。王娟正在给她擦脸，王磊在一旁给她喂水。看到盼香和周明进来，王磊和王娟都愣住了，脸上露出了惊讶的神色。盼香把东西放在桌子上，走到病床前，看了看刘桂兰，没有说话。刘桂兰看到盼香，眼睛一下子就红了，眼泪顺着脸颊流了下来，嘴里含糊不清地说着什么。虽然听不清楚，但盼香能看出来，他是在跟自己道歉。盼香心里叹了口气，说：“你好好养病吧，别想太多。”说完，盼香从包里拿出一个信封，递给了王娟，说：“这里面有5000块钱，是我一点心意，给阿姨买点营养品。以后有什么困难，你们自己想办法解决，不要再找我了。”王娟看着手里的信封，眼泪一下子就掉了下来。她扑通一声跪在了盼香面前，哽咽着说：“盼香嫂子，谢谢你，以前都是我不对，我对不起你，我以后再也不会麻烦你了，我会好好照顾我妈，好好抚养朵朵长大。”盼香连忙扶起她，说：“起来吧，不用这样，好好照顾阿姨和朵朵。”说完，盼香和周明就转身离开了病房。走出医院，盼香深吸一口气，心里的一块石头终于落了地。他知道，从今天起，他和王家的恩怨终于彻底了结了。以后他们各自过各自的生活，再也不会有任何交集了。刘桂兰在医院住了1个多月，就出院回家休养了。王磊和王娟更加细心地照顾她，每天给她擦身、喂饭、按摩，陪她说话。在他们的悉心照顾下，刘桂兰的病情慢慢好转，已经能坐起来了，也能说一些简单的话了。她每天看着一双儿女，忙前忙后，心里充满了幸福和满足。她常常拉着王磊和王娟的手，说自己以前太糊涂，对不起他们，对不起盼香。王磊和王娟总是安慰她，说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以后一家人好好过日子就行。王磊因为工作认真负责，被小区物业升为了保安队长，工资也涨了不少。他在工作中认识了一个叫李慧的女人，李慧也是离过婚的，带着一个女儿，性格温柔善良，踏实肯干。两个人相处了一段时间，觉得彼此都很合适，就决定结婚。结婚那天，王磊犹豫了很久，还是给盼香发了一条邀请短信。盼香犹豫了很久，最终还是带着周明和暖暖去了。婚礼很简单，却很温馨。王磊看着身边的李慧，看着台下的母亲和妹妹，看着不远处的盼香一家，脸上露出了幸福的笑容。他终于明白，幸福不是靠别人给予的，而是要靠自己去争取，去珍惜。以前他总觉得盼香为他做的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直到失去了才懂得珍惜。现在他有了新的家庭，他一定会好好经营，好好对待李慧和他的女儿，再也不会犯以前的错误了。王娟也在别人的介绍下认识了一个叫赵刚的男人。赵刚是个货车司机，为人老实本分，勤劳肯干，
也离过婚，没有孩子。他不嫌弃王娟带着孩子，对朵朵特别好，把朵朵当成自己的亲生女儿一样对待。王娟也终于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幸福，两个人打算等朵朵再大一点就结婚。转眼又过了5年，暖暖上小学3年级了，学习成绩名列前茅，还当了班长，是老师和同学眼中的好学生。盼香的工作室已经成为了当地小有名气的设计公司，他也成了业内知名的设计师。周明的事业也蒸蒸日上，一家人的日子过得红红火火。王磊和李慧的日子也过得很幸福，李慧的女儿和王磊相处得很好，一家人其乐融融。王娟和赵刚也结婚了，赵刚对朵朵视如己出，一家3口过得温馨和睦。刘桂兰的身体越来越好，已经能拄着拐杖走路了。每天最大的乐趣就是带着几个孙子孙女在小区里玩，看着孩子们跑来跑去，脸上总是挂着幸福的笑容。这天是刘桂兰的70大寿，王磊和王娟在家里办了几桌酒席，邀请了亲戚朋友，盼香一家也来了。这是他们离婚后第一次一起吃饭。饭桌上，刘桂兰端着酒杯看着盼香，眼里满是愧疚和感激。她颤巍巍地说：盼香，以前是我对不起你，我给你赔罪了，谢谢你不计前嫌还来看我。我这辈子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好好珍惜你这个好儿媳。盼香端起酒杯和刘桂兰碰了一下，说：都过去了，以后好好过日子吧。说完，盼香一饮而尽，所有的恩怨，所有的委屈，所有的不甘都在这杯酒里烟消云散了。吃完饭，盼香一家准备回家，王娟抱着朵朵送他们到门口。朵朵从兜里拿出一个自己折的千纸鹤，递给暖暖说：姐姐，这个送给你。暖暖接过千纸鹤，笑着说：谢谢妹妹。两个孩子手拉着手，笑得格外开心。盼香看着他们，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阳光洒在他们身上，温暖而美好。这世间没有解不开的恩怨，没有过不去的坎。善良要有底线，温柔要有锋芒。你付出的每一份善意，终会以另一种方式回报你。只要心存善良，努力生活，每个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